阿奶，谁的孩子谁保护，要怪就怪大伯自己，怪不了别人。你个小兔崽子，看我不打死你！苏老太是真的恼了，举起手中的木棍朝着苏信阳身上打。苏孝忠挡在儿子跟前，将他护在怀里，任由棍子落在自己身上，一声也不吭。娘，别打了，要是江三弟打出个好歹，就这个光景可就会没命的。娘，你也不想只剩下一个孩子给你养老送终吧？哎呦，我怎么就这么命苦呀？怎么就生了这些个没良心的？老大呀，老大你到底去哪里了？娘委屈呀！老二媳妇撇撇嘴，都到这个时候还念着不知道死没死的大伯。若是大伯在，他们的日子更苦；就公婆觉得他在，他们日子会好过。你们两人去看看。刚一说完，不等老二媳妇反对，他自个儿想到了什么。老二，你留下来，老三你去找找你爹。面对这个要求，苏孝忠犹豫了，他不放心两个小的。怎么，现在是叫不动你了吗？娘，信阳他们……放心，这两个孩子我会看着，不会让他们出事。之前娘也是这么说，结果几个孩子差点都没了。苏孝忠也不放心苏老太，转头看向二哥夫妻两人。二哥二嫂，信阳信光就托你们照看一下。我们看着点儿，你也早去早回。得了二嫂的承诺，苏孝忠朝着之前的方向追去。刚进林子不久，就看到两道狼狈的身影朝着这边走来。爹，大嫂，都怪你，都是因为你，你还我女儿！他冲上前就打苏孝忠，将所有不满愤怒的情绪发泄在他的身上。苏老三，你会不得好死！三人回来时，苏信阳注意到自家老爹脸上的抓伤，看了一眼哭嚎的大伯娘，眼中有怒火。两位堂姐追不回来了，你大伯娘现在心里难受，让她发泄发泄也好。爹，你爹有分寸。苏老太突然一棍子打向苏孝忠，直接将苏孝忠以及其他人都给打懵了。娘，你干什么？我干什么？我要打死你这个丧门星！如果不是你们父子三人上来讨药水，苏瑶和苏条两个孩子也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都是因为你，怎么被抓走的不是你们啊？偏偏是他们呢！我可怜的阿瑶和阿条啊！阿奶，你胡说！明明是姐姐他们自己笨，才会给坏人机会，怎么能怪我们呢？为什么坏人第一时间只抓他们，不抓我们？你给我闭嘴！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大堂姐自己说的。前头她就是这么说那个被抢走孩子娘的。卢氏不管不顾地冲上前，就去掐苏信光的脖子。苏孝忠下意识地一把将卢氏推开，卢氏身子不稳，重重地往后仰倒，摔在地上。爹娘，你们要给我的孩子做主。如果不是他们父子三人，我的阿瑶阿条就不会遭遇这样的事。大伯娘，你别乱说话，明明是你害死了大堂姐他们，如果不是你找二伯娘的茬，你们就不会吵起来，阿奶也就不会跟着吵起来，大家伙也就不会没注意到大堂姐他们遇险。没错，要怪就怪你自己。苏孝忠注意到脸色黑沉的爹娘，赶紧一手捂一个，不让他们继续说。别说了，今晚谁也没吃饭，即便饿得肚子咕咕叫，谁也没敢提，就连最受宠的苏信志三兄弟也都听话的饿肚子，生怕招惹了阿奶阿爷的眼。一日一早，一行人再次启程，苏老太给家里都分了一点食物和一点水。轮到苏孝忠父子三人时，
苏老太直接不给了。娘，阿奶，你们不是很能耐？哼，饿一天也死不了。爹，苏老汉没有说话，这态度摆明了默认老婆子的做法。父子三人饿着肚子跟着队伍走，三人落在最后。爹，我走不动了。苏信阳刚一说完，人直挺挺地倒下。哥哥，信阳！这边的动静引起了前头苏家人的注意。在见到苏信阳倒下时，苏家人皆是一脸冷漠。爹，哥哥一定是饿晕了。苏孝忠也想到这点，他抱着孩子冲到苏老汉与苏老太面前。爹娘，求求你们救救阿阳吧！哼，上午没给吃的，下午就给我来这一出，你们爷仨是故意演给我这个老婆子看吗？娘，没有，阿阳是真的受不住饿晕了，你就行行好，给他一口水行不行？儿子求你了。阿爷，阿奶，救救我哥哥吧，以后阿光一定会听你们的话，再也不敢惹你们生气，求求你们了。哼，那么多人几天都不吃没事儿，就你们矫情。昨日还不是很机灵，会跑会跳，还会顶嘴，怎么就饿了一顿就寻死觅活给我这个老婆子看？你们这点小心思，别以为我不知晓，要食物门儿都没有。爹娘，你们这是要逼死我们是吗？你说的这是什么话？苏老太没松口，但气势上莫名的短了一截，最终还是苏老汉出口安抚：给他们一些吃的喝的。老三呀，昨日的事情都是因你们而起，今日小惩大戒，但现在你们却……无论是阿阳晕倒是真还是假，作为祖父都不会见死不救，但仅有这一次，今日吃的喝的，你以后寻到吃的必须双倍还上。我知道了。阿阳，有水喝，有吃的了，吃了就好了啊。小半个馒头吃完，竹筒里的水全部喂入。苏信阳身体依旧虚弱，苏孝忠直接背着他往前走。阿光，哪里难受一定要告诉爹，知道吗？我晓得。苏家人已经离他们好些远，父子三人只能加快步伐追赶。还未赶到苏家人时，前方出现了骚乱。前方有水！那一声喊让后方被缺水的人眼睛都发出了可怕的绿光。原本一个个步履蹒跚的人瞬间变得精神抖擞，一个个不要命地朝着前方冲过去。山上的水已经没了，你们赶紧走，另外找出路。我不信，除非我们亲眼见到。不想死，赶紧给老子滚！喝不到水，我们也只有死路一条，还不如和这群人拼了。他们就那么10几个人，我们人比他们多，我们4、5个人打他们1个人，他们肯定也招架不住的。没水也活不下去，拼一把或许还有一条生路，不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妻儿拼一把。谁在那里胡言乱语？那个人就像是站在四面八方。跟着我一道冲过去，杀了这些不给我们活路的恶人。那人的话极具有煽动性，原本想要退缩的人慢慢的变得坚定。老三，无论如何你都要想办法取到水。爹，这么多人拦着，家里的水可没了，要是再弄不到水，一家子就等死吧。你2个儿子也得死，你不为了自己，也要为了自己儿子考虑呀。他下意识地将目光看向二哥。爹，我想和……家里的孩子多，我们2个老的，2个女人肯定看不住。
万一有人起什么坏心思，我们恐怕抵挡不住。昨日的事情历历在目，你也不想再看到吧？苏老太完全不给他拒绝的机会，将家里但凡能装水的东西都套在他身上。你还愣着作甚啊？赶紧去啊！爹娘，新阳和星光两人，哎呀，我们会看好他们，绝对不会让他们被人带走。得了保证，苏孝忠往前走。爹，跟着你阿姨阿奶照顾好哥哥，弟弟马上就回来啊。好。三弟，你赶紧的，别磨叽了。在苏家人的催促下，苏孝忠带着装水的器具跟着人群往前冲。突然，冲在前头的人传来凄厉的惨叫声：杀人了！杀人了！他们的剑是有数的，现在他们手里肯定没多少了，大家伙一起冲出去，杀了他们！谁冒头谁就死，找东西挡在自己跟前就行。有什么东西？死人。守在水源处的人自然也听到了下方人群的议论。都装好门。正如那人所说，他们手中的剑是有限的，刚刚若非情况紧急，他们也舍不得将这些剑浪费在这些流民身上。头儿，好了，走。有人注意到了守在水源处的那伙人离开，立马冲了出去。苏父苏孝忠也在第一时间冲了出去。与他相同的人有不少，大概有4、5个人的样子。他们冲出去后，有人注意到这些人没着急，反而静观其变，心里打着让他们试水的主意。苏孝忠一边灌水，一边注意四周的动静。在第一批人冲过来时，趁着所有人的注意力在水源时，快速地往山下跑。往山上跑的难民有人注意到他们3人，目光对准了他们。你们赶紧去，山上的水还有很多呢，要是再慢点可什么都没有了。那些人看看身侧不断往上跑的人，最终放弃了对付3人，继续往山上走。水取到了没啊？一句话成功吸引到正准备上山的难民们的注意。没有，上面太吓人了，死了好多人，我还不想死，所以我下来了。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一个不争气的东西？哎呀，别说了，先离开。苏老汉给老伴一个眼神，等几人走得足够远，苏老太这才兴致勃勃地打开水囊和竹筒查看，见到里面的水后，笑得一脸褶皱。查看第3个竹筒时，脸色顿时沉了下来。怎么只有这么一点儿？娘，水就那么一点儿，大伙都在抢，若不是我眼疾手快，这点水都抢不到。哎呀，行了，有水就不错了。老三呀，家里人多，你弄到的这点水着实有点少了，下次有这样的机会你得多弄点儿。你二哥是个不顶事儿的，家里就靠你了。他的手重重地拍在他的肩膀上，一脸我很看重的神态。爹，我想喝水。爹，能给阿光喝口水吗？食物的事情不归我管，你问你母亲去。娘，那个水能给阿光喝一口吗？喝什么喝呀？今天不是给你们父子3人的食物和水了吗？娘，那个是给阿信救命的。你们愿意给一个人吃，那是你们的事情，你们自个儿不分配，怎的还有脸继续伸手？家里其他人都与你这样，那还得了？爹，我不喝了。看着儿子可怜的样，苏孝忠心里对父母的那颗孝心又裂开一条缝隙。爹，为什么你抢回来的水我不能喝？那明明是爹你辛辛苦苦拿回来的。苏孝忠沉默了，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爹，姐姐说你是愚孝，其实我和弟弟以前也是，
什么都听阿爷阿奶的，伤了娘和姐姐的心。爹，你能不能不要再愚孝了，好不好？爹答应你。爹，娘和姐姐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很高兴。一想到自家媳妇儿和大闺女，苏孝忠脸上多了几分笑意。也不知道他们走到哪里了。咱们一路都没停过，肯定很快就能赶上娘和姐姐。可他们不知道，苏音一行人是南下，可是走的路线与他们完全不同。被苏家父子三人念叨的苏音一行人已经越过云和县，正深入南山郡腹地。只有穿过南山郡腹地后，才能抵达景和郡。他们已经想到了南山郡形势严峻，但没想到油已经严峻到10室9空，就连县城的百姓都没了，直接成了空城。别过去！他这一声让所有人准备前行的脚步顿住。这些尸体一直暴晒在这里，很容易滋生出疫病。一听到疫病2个字，所有人吓得不敢靠近。城里的情况基本上就这样了，我们还是别进去了。这个说法得到了所有人一致赞同，没人敢进入城里，沿着官道继续往前走。这样的情形让所有人心头发慌。景和郡的情况只怕不容乐观。面对已经人去楼空的县城，苏音心中的震惊不亚于听到皇帝提前跑路了。苏音将万三爷、南景之、李大夫3人汇聚在一起。有没有其他路可以不通过景和郡，抵达下林州府城的渡口，或者是有什么路能够让我们抄近路前往林州？有，但很远，得不偿失。万三爷跟着点头。那要绕过另外一个州，那边的情况也不一定好，你们这么多人折腾不起。他们2位说的没错，最优的还是穿过景和郡，抵达林州，赶往林州府的码头。苏音自然知晓这样的线路最安全、最短，但是他担心的是，一旦南景之离开的话，他们这些人恐怕会走得很艰难。我们此行也到林州，但不去林州府城，到了林州境内得与诸位分离。听到南景之一行人到了林州才会与他们分开，苏音提着的心放下不少。那还是按照原计划路线走。好。接下来前往林州的路上，你们最好与我们一道同行，别走那么快。苏音点头，他自然也明白，对着他说道：谢谢。南景之不在意地挥动着手中的折扇。商量完毕后，苏音有意让队伍与南景之一行人放在同步。张家第一个注意到苏音一行人速度放慢。爹，他们好像放慢了速度。哎呀，终于不用一路小跑着追赶了。哎呀，我这腿啊，真的是受不住了。好了，别啰嗦了。走在最前面的苏音看着前方官道2侧躺着的人，这些人之中，有些早已没了呼吸，有些还剩一口气，但也无力再前行。不少乌鸦、苍蝇、蚊虫落在这些尸体上。舅舅，你们找东西捂住口鼻，记住一定要做，不管再热都要做。好。苏音挨个吩咐下去。徐娘子笑着道：之前瞧着你做，早就跟着做好几个，你那边要是不够，我这里有。我那边有。张家人注意到了他们这边的动静，不等苏音过去通知，他们的人先过来询问。这是怎么了？尸体放在这儿暴晒，晒出气味与周围的苍蝇蚊虫都有可能是携带疾病。李大夫建议我们所有人都要遮掩口鼻。好。张炳亮不住点头，马上回去告诉家里人。哎呦，这东西从哪儿找的？随便找件不要的衣服裁剪下来，能捂住口鼻就行。你们这些娘们儿赶紧的，别磨磨唧唧的。没看到苏姑娘他们都已经带好了吗？南景之那边不用人吩咐，
下面的人纷纷找出能捂住口鼻的布料。不是说南山郡和南平郡差不多吗？但我这瞧着南山郡更严重啊。很多人没能坚持下去，倒在这里了。在南平郡，他们或许还能坚持下去，到了这里大概就精疲力竭，没吃没喝的，人又能坚持多久？在苏英一行人穿越南山郡时，苏家人那边又出了幺蛾子。爹，快去救救哥哥，哥哥被人带走了。什么？他们往哪里去了？他们朝那个方向走了。苏老汉夫妻两人见他要走，苏老太赶忙拦住：“你现在去追也来不及了，现在这么危险，你就留在这里。”娘，那是我儿子，我一定要将他带回来。爹，刚刚哥哥本来不会被人抢走的，都是大伯娘，她故意伸腿绊倒哥哥，才让那些人得逞的。爹娘，是不是真的？什么真不真啊？你别听小孩子胡说。老三，你别误会，那都是信阳那孩子自己摔倒的，信光没看清楚，误会了。我没有，就是大伯娘害哥哥被抓走的。苏孝忠绕过苏老太，执意要去追。你追过去也没用，不要做无用功了。不管有没有用，我都要去找。我不可能丢下自己的儿子不管，你们不管他的死活，我要管。好。苏老太太也气狠了，不再管他。苏孝忠叮嘱小儿子要待在这里，飞奔似的朝着东边跑去，一边跑一边观察四周，就怕错过了。从日落一直追到天黑，都没有发现大儿子的踪迹，心越来越沉重，一种无力感压在身上，让他无法喘息。海洋，是爹没用，是爹对不起你，我没脸见你娘了。就在这时，耳边似听到若有似无的熟悉声。海洋，你是不是在这里？苏孝忠慌忙起身，整个人就像是无头苍蝇一样，四下转动寻找。往前跑了几百米后，就见着几名男子架着火堆，火堆的光芒让他看清楚了男孩的长相。海洋！苏孝忠就像疯了一样，逮住一个人就往死里揍。来呀，你们来呀！那伙人面面相觑，有人开口：要不算了。怕什么？我们有这么多人，他只有一个人。是啊，杀了他！他便趁着这个间隙突出重围，咬死其中一人。当第二个人被苏孝忠咬死时，其他人都发怵了。这伙人也不想成为死在他手中的第三人，纷纷避让开，让苏孝忠带走苏信阳。爹，不哭啊，爹带你回家，爹一定会保护好你的。哎呦，这么晚了，小叔还不回来，阿阳只怕凶多吉少了。哼，活该。我大哥和爹爹不会有事的。苏信光心中恐惧，就连辩驳的声音都显得底气不足。突然，黑夜里传来动静，苏家人警惕起来。当火光中出现一大一小的身影，爹，哥！哎呦，我的乖乖啊，还真把老三给找回来了。苏孝忠与苏信阳父子两人一瘸一拐，见到苏家人，苏信阳是欣喜，是激动，而苏孝忠是安心。人再也坚持不住，轰然倒下。爹！苏孝忠目光死死地盯着苏老汉。苏老汉感受到，走上前，握住他的手。老三，爹，儿子要不行了，求求爹，
看在儿子的份上，帮我照顾阿阳兄弟二人。别说傻话，睡一觉就好了。你是他们的父亲，理应你照顾。爹，求你。好。阿阳，照顾好你弟弟。爹，你不要睡。爹，我求求你了，你不要抛下我和弟弟。无论他如何哀求，苏孝忠已经无力地缓缓垂下。爹！卢氏见到老三死了，脸上露出喜色，若非顾忌着苏老汉夫妻二人，只怕此时都要笑出声。老二夫妻两人心发沉，苏家人少了一个成年劳动力，可不是什么好事儿。要怪就怪信阳，如果不是为了救他，小叔也不至于死。哎呀！苏信阳兄弟两人抬起头，凶狠的眼神盯着他。是你，都是你害的！待他们反应过来时，纷纷冲上前，将三人分开。三人分开后，卢氏还想上前教训这两个小兔崽子，却被苏老汉呵斥住。都在闹什么？老大媳妇儿，给我消停一些。大嫂，不是我要说你呀，小叔人才去了，你就这么欺负两个小的，未免也太……你好歹也是长辈，哪能这么对待小辈啊？说出去也不怕丢脸。爹前脚刚答应小叔要好好照顾阿阳这两个小的，你后脚就这么对付他们，你这不是不将爹的话放在眼里啊？苏老汉沉着脸，狠狠地瞪了一眼卢氏。爹，刚刚是我冲动了，刚刚那孩子将我推倒，实在是痛得很，这才冒失了。苏老汉脸色稍稍缓和，旋即冲着苏信阳兄弟命令道：你们两个都安分点儿，别再给我惹是生非。苏信光不服气，想要反驳，但被哥哥拦下。今天太晚了，都回去休息。明日一早，旁边挖个窝，给老三安葬了。苏信阳兄弟两人就守在苏孝忠尸体旁，他们最大的依靠已经没了，他们再也没有任何任性的资本。哥哥，我怕。不怕，以后由哥哥来保护你。一日一早，当他们刚挖了一个小坑时，后方传来了动静，无数难民争先恐后的往前跑，好似身后有洪水猛兽在追赶。他忙拦下一个逃难的人追问：可是出了什么事儿啊？哎呀，有匪徒抓人，你请放手，我要逃命去了。赶紧走。阿姨，那我爹呢？哎呀，管不了了。苏信光想留下来，苏信阳想到父亲临终的嘱托，咬咬牙，拉住弟弟的手，往前奔跑。这群老鼠逃得还真快呀！哼，再快也快不过老子的马。抓了多少人了？也有156人。还太少了。你们几个快马过去，今天不逮到300头肥猪，都别停歇。距离这群人100米外的树干上，苏孝忠蹙着眉头，艰难地睁开眼。本该单纯木讷的眼神，此时眸中带着一丝迷茫，但渐渐的，那一丝迷茫逐渐被狠厉取代。他抬眸环顾四周，本该富丽堂皇的，如今被荒郊野外取代。他这是……正在这时，官道上出现了马蹄声以及男子的声音：老大，那里还有一个不怕死的。哎呦，瞧那样子是刚刚睡醒。下面的人很快上前，不由分说将苏孝忠架起，将他往后方的奴隶队伍拖拽。他也不急着反抗，任由那群人将他带走。哎呦，倒是难得碰到一个不反抗的。
这位大哥，你这是给我们一条活路，我感激都来不及呢，哪里有反抗的道理？自个儿一个人走，迟早都是死。倒是跟着大哥们，或许还有一条生路，不是？这番话让押送的人大为震惊。哎呦，还是你小子有前途啊！知趣。我说的都是实话，不然也不会坐在一旁等着，不是？哎，他就不用了。这不好吧？万一拖累了大哥被责骂，岂不是小弟的不是了？哎呀，无妨，我瞧着兄弟顺眼，是个实诚人，自是不会看走眼。苏孝忠一脸感动，小弟一定不会辜负大哥的期望。头儿，咱们真的不将那人捆绑住？万一他要是逃跑了，如何是好？这要是被首领知晓，定然要受罚的。嘿，无妨，他即便是逃了，老子也能将他抓回来。现在他落在最后，又没有绳索捆绑着，想要逃跑轻而易举，但他又不是蠢货，自然不会逃跑。只怕你前脚刚一逃走，后脚被抓回时，毒打一顿是轻，只怕小命不保，成了这伙人杀鸡儆猴的那只鸡。他可没兴趣做那只鸡。汉子，你何不离开呀？他们都在前头忙着，无暇顾及这里。此时正是你逃脱的时候啊！不妥，不妥！那位小哥没捆绑住我的手，我岂能恩将仇报呢？这些人可都是恶人，你与这些人讲道义，岂不是笑话呀？汉子，你可知这些人将我们这些人抓住是为何呀？我们会被他们当成货物变卖，幸运的被卖到富户家里当家奴，不幸的话会被送到黑窑厂。到了那等地方，生死不由己呀。女子与孩童的下场亦不会好到哪儿去。老汉，你为何如此清楚啊？唉，老朽年轻时也是走南闯北之辈，只是到了晚年，没想到会落到这等地步。你这汉子有机会逃生还不离开，趁着那些人没注意，且去逃生啊！多谢老汉提醒，但我不能做言而无信之人。且不说你所言乃是你的片面之词，即便如此，我也不能做那等忘恩负义之徒。他不仁，我却不能不义。你，哎呀，你当真糊涂呀！苏孝忠依旧憨憨地笑着，一副人畜无害的挠挠头。头儿，你这眼光绝了！那汉子竟然没听从我们的人，依旧乖乖跟在队伍后面。头儿，我瞧着那人是忠义之人，要不咱们收入囊中？不急，再试试看。随着前面追捕队伍给力的追捕，一批接着一批人被抓捕回来。苏孝忠没有插手，而是安静地站在一旁看着。队伍越来越壮大，苏孝忠没有看到苏家人，想来他们已经成功逃走。一想到苏家人，那双漆黑如墨的眸底深处涌动着狠戾之气。苏家，千万别让他瞧见了，否则必会让他们遭受上辈子他一家承受的1000万倍的苦。这一整日的观察，他对这个男人是满意的。他不需要多聪明的属下，却需要足够忠诚听话的属下。李哥，可是我们是不是要被变卖去了？你不是说了吗？跟着咱们有一条活路，你这话呀可没说错。他目光看向被押送的人。哎呀，你看这些人啊，再走下去只会成为路边一具无人认领的尸体。我们这是给他们一条生路，给他们寻一个好的去处，能吃上饭，乃是在做善事。哎呀，只可惜啊，这些人不如小兄弟你那般通透，想不通其法。
兄弟啊，你是有所不知啊，这做善事都是需要成本的。咱们给他们寻一条生路，同时也赚取一点费用，如此这门生意才能长久下去啊，才能让更多的人有活路。你可明白？听着对方将良民强卖成贱民，还能说得如此冠冕堂皇，苏孝忠忍不住给对方举起一个大拇指。兄弟，那你愿不愿意与我一道做这善事啊？我可以吗？我能行吗？哎呀，苏兄啊，我看好你，你是宅心仁厚之人，这门善意的生意绝对适合你。谢谢李哥，我一定会好好干，绝不会辜负李哥的期望。哎，好说好说，以后啊，你就跟着我干啊！苏孝忠欣喜地点点头。等到苏孝忠远离队伍，独自一人出去解手时，他脸上的喜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伙人也不知是隶属于谁的势力，只希望不是那个人的，且在他们这里混着，替自己养好身体，之后再寻机会脱离队伍。头儿，那个苏孝忠去了树林里解手，可到现在都未出来。何时去的？有一盏茶的时间了。李秀没说话。头儿，要不要我去看看？那小子会不会借机逃走了？再等一等，若是一盏茶后他还没出来，你再过去也不迟。时间过去这么久了，他很有可能早就跑了。在两人说话时，苏孝忠慢悠悠地从树林里出来。人好好的。还是头儿的眼光准。且不说苏孝忠成功混入这支无恶不作的贩卖人口的队伍里，以憨厚、老实、听话的形象，成功俘获这些人的信任。再说苏家另外一行人，便没了那一份好运，尤其是苏信阳兄弟二人。哥哥，我累啊。再坚持一会儿，等离开那些人足够远后，就可以休息了。一炷香后，终于有人忍不住爆发。不行了，我不行了。爹，差不多了，他们肯定追不上来了。大伙儿先休息休息，现在距离还太近，咱们还得离远些。苏孝义没反对，先休息再说。阿爷，我渴。张嘴。苏信之高兴地张开嘴，苏老太小心翼翼地倒入他嘴里。苏信之的两个弟弟立马凑过去，苏信阳见此，拉着弟弟跟着过去，老老实实地排在他们兄弟后面。苏老太喂完老二的3个孩子后，再见到苏信阳兄弟两人，直接将竹筒一收，没了，你们哥俩等下一次。阿奶，我明明听到竹筒里还有水。我说没了就是没了。阿奶，这水是我爹抢来的。清亮的巴掌声回荡在寂静的林子里。阿奶，阿奶，我疼。疼就对了，我就是要让你们记住。苏老汉与苏家其他人都冷眼旁观着，大媳妇卢氏眼底里更是带着幸灾乐祸。你们两个小兔崽子，小年纪不知尊重长辈，不听从长辈的话，你们这是想要造反不成？若是现在在村里，就你们这等行径，族里可以直接拉出去进猪笼。苏老太在这里危言耸听，胡说八道，更是给两个小的开始洗脑。你们这性子真是随了你们那个没良心的娘。你们要是还想跟着姓苏，以后我和你阿爷说什么，你们就得听什么。要是不听从，直接弃你们而去，料你们在这世道活不过2日。阿奶，我们知道错了。阿奶，我们知道错了。兄弟两人抱成团，默默流着泪。休息了一盏茶后，苏老汉发话，要继续往前走。这些你们背着，
这些你们也带上。2个小小的身躯上背着大包小包，艰难地跟着大人们行走在山林里。爹，咱们这是迷路了吗？啊！先找个地方休息，明早等太阳升起再辨别方向。哎，好。你们去捡柴火。他们不敢反驳，听话地往林子里走。刚捡回来好些柴火，卢氏嫌弃地说：太少了，继续找。就这样，兄弟2个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整个人已经累到不行。第5次回营地时，其他人已经坐着休息，嘴里吃着东西。苏老汉用手肘捅了捅苏老太，苏老太不情不愿地从包裹里拿出一个已经坏了的馒头，丢给兄弟2人，又给他们倒了一点点水。别说我不给你们吃的。兄弟2人如获至宝地拿着吃食。哥，你吃。苏信阳咬下后，自然也尝出了食物味道变坏了，忍着没吐出，慢慢地咀嚼着，余光注视着那一家子，心里的恨意再次加深。哎，老头子，身上带着的食物不多了，现在张嘴的这么多，顶不了多久啊。依我看，趁机会将那2个小的扔了算了。躲在树后的苏信阳瞳孔微缩，双手紧握成拳。即便他们吃的不多，要干很多活，阿奶也准备将他们扔了。糊涂！你还想养那2个小的不成？他们又不是我们苏家的人。不是他们苏家的人？阿奶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怎如此蠢呀？等到了下一个城池门口，可以将那2个小的卖给人牙子。这2个小子长得不错，定然能卖一些钱。现在这情形，小的不值钱，好些大人自卖都不一定有人买，这2个小的万一没人要呢，岂不是砸手里呀？即便没人买也不打紧，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将他们与其他人换喽。苏老太惊讶地看着老伴，重重叹一口气，自家人下不去嘴，就让给别人家也行。还是你想的周全。躲在树后面的苏信阳在听到阿爷的打算后，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冲脑门，遍体身寒。这里不能再继续待着，他们必须要在这2个老登动手前提前带着弟弟离开他们，否则他们将死无葬身之地。苏英一行队伍浩浩荡荡的，零星逃难的人都不敢靠太近，生怕惹了他们不快。苏姑娘，走了一上午，人困马乏的，休息2盏茶。行。苏音搀扶着苏母从车上下来，坐在一旁的树下。李大夫拿着捣好的新鲜草药过来，给苏母换药。哎呀，多亏了李大夫，我这腿呀感觉好了不少呢。说谢谢就见外了，我这条命啊还是苏姑娘救下的呢。李大夫动作麻利的敷药包扎。我觉得差不多好了，后面应该不需要了吧？再敷一贴药也就差不多了。不过即便不用敷药，也不能走太多路，最好还是在车上休息着，过个把月再下地，才不容易留病根。这么严重呢？娘，你听李大夫的准没错。行了，下次我再来换一次，我去别处给他们换药。队伍里有了李大夫后，所有人都安心不少，尤其是受过伤的人，都得过李大夫的好。休息了2盏茶，队伍再次启程。刚走出5里地，前头出现了骚乱。怎么队伍停了？是不是前头出了什么事啊？落在后方的人都在猜测，所有人都警惕起来，各自拿起武器。这是一路逃难后养成的习惯，
但凡出现不同寻常的事情时，第一时间拿起武器，警戒四周。是他们。你认识？茵茵，我们要不要？苏茵拿起长刀，其他人瞧见了，都看向了他。李家村的人。杨屠夫等人恍然大悟，纷纷拿出长刀，跟随他而去。李锐在看到苏茵时，眼中迸射出喜色。茵子！另一方人在瞧见突然出现的这方人，居然是对方的认识之人，面色变得极为难看。茵子，在这里遇到你们真是太好了。李锐哥，你们这是？那伙人蛮不讲理，抢夺我们的食物，起了口角，这才打了起来。这些人趁机要夺走咱们的行李。休要胡说八道，分明是你们抢夺我们的食物才是。且不说倒打一耙，还口出狂言，我们这才动了真火。放屁！分明是你们先抢夺我们的食物。你们才是放屁！别以为你们有了帮手，我们就不敢再动手。诸位，稍安勿躁。这完全是各说各有理，谁也不服谁。且问一句，抢夺的食物在哪儿？又是什么？东西已经被他们抢走。你们这是要做什么？想拿回去？若是你们的东西，即便他们是我们相识之人，我们也不会偏袒。这一句话是在告诉对方，同时也是在告诉李锐等人。谁信呀？瞧见没？那是我们的队伍，就你们那点东西，本公子还瞧不上眼。那方人顺着南景之手指的方向望去，浩浩荡荡的队伍，每个人虽然也风尘仆仆，但精神面貌却很好，更别提队伍里的那几十匹马儿，马车、牛车、骡车混合着，就这阵仗，足够震慑住他们。将东西拿出来，我们得证明自个儿的清白，非那种无理取闹的匪徒。便是这物。跟随而来的李大夫瞧着那烤肉，不由得上前一步。那方人刚想开口制止，就见着李大夫拿起那食物仔细端详起来。半晌后，他的面色瞬间大变。可是这肉有什么不妥？这不是动物的肉，而是人肉。这怎么可能？你们是不是想要独吞这块肉，故意说出这种话来吓唬我们？你们都是一伙的，我们才不会上你的当。其他人不信，但苏茵这行人都是相信李大夫所言。你说的是真的？那不是牲口的肉，而是人肉。人肉和动物的肉是不一样的。之前我被一伙专门食用人肉的匪徒抓起来，见过用人肉炙烤起来的肉，无论是气味还是肉质都有所不同。不同的动物肉质都不同，更别提人的。难道你们没发现这块肉的样子很像？经他这么一提醒，众人齐刷刷的目光盯着那块肉，脑子有了李大夫的提示，再仔细观察这块肉，越看越像，越看越心惊。这真的就像是一个婴儿的。后面的话不用说出，所有人都明悟。李想，你老实说，这块肉是怎么回事？我说话。我是从那边捡到的肉，我捡到之后正好遇到了那个人，他骗说这是他炙烤起来的肉，说我是小偷。我不是我。说仔细了，到底怎么回事？我瞧见那些人睡着了，但肉没人动，都烤糊了。我便想着偷回去给爹娘吃，没想到有人冲出来先抢走了。那肉不是我弄的，真的，我没做那样的事。所谓抢食物的事情，所有人都知晓到底是怎么回事。下次再扯谎，便不是一巴掌这么简单了。听到没？听到了。
对不住啊，这件事是我们的错。误会解开便好，用我的，这也算是为了儿子积福了。好，过来，跪下。李想不敢不听，跪在坟前磕了3个响头，并道了歉。苏音对着坟头轻声低喃：愿你下辈子投生在一个和平、富饶、美丽的社会，不用过这等颠沛流离的生活。南景之侧耳倾听着他的话，对于他口中所说的和平、富饶、美丽的社会感到欣喜。世界上会有这种地方吗？英子，你们也是往南走吗？苏音点头。我们能与你们一道吗？你放心，我们就跟在你们身后，绝对不会拖累你们。李瑞哥，你说笑了，大家都是同一个村出来的，一道走便是。李瑞一行人很是高兴，在这里耽搁了一炷香，也算是让其他人与马匹休息了一会儿。走吧。浩浩荡荡的队伍继续上路，李瑞一行人跟随在苏音队伍后方，络腮胡子一行人在他们走后，便不近不远地跟在后方。这长长的队伍能震慑住不少不怀好意之人。苏宝珠邀请李瑞的妹妹李秀一同坐马车，一到马车上，2个年岁相仿的姑娘叽叽喳喳地说起这一路上走来的事情。这么险呐！我以为我们已经足够惨了，没想到你们比我们还……还好，我们没走你们那条路，大哥说的是对的。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这一路上都未曾遇到过你们。我哥回来那日，原本是打算明个一早就离开的，但是后头你舅舅不是说了遇到行伤的事儿，他想了想便提前离开，当天晚上便带着所有的人离开了。我们是朝南走，途中我哥还遇到其他走货郎，便结伴一道走，沿着大家都害怕被流民追上，便朝小路走，到了富顺县后也没停留，直接从富顺县穿过。当初苏音一行人抵达富顺县时，正好赶上了富顺县关闭城门，不得已绕道而行，真的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那你们的水呢？这个呀，我就不得不夸一夸我大哥了。我们进到山里不久，身上带的水很快就用光了。那个时候爹娘大伯他们可担忧了，但我哥那可是聪明，叫他找到了水源。你哥是怎么找见的？这可是个秘密啊，我跟你们说了，你们可不能告诉其他人。我晓得，我保证不说。别说苏宝珠好奇，就连一直在做着针线活的苏母也好奇地停下手中的动作，安静地听着。那山上不是有好多野兽吗？我哥说了，山里是这些野兽的地盘，他们最是熟悉自家地盘的，他们能活下来，自是知晓哪里有水喝。我哥啊，就是顺着野兽的足迹去找寻，就能找到水源。不过呢，也不是每次都能找到，好些时候找到的地方都枯竭了。好在我们也找到了2处水源，我们倒是比其他人好，暂时没那么缺水。苏音听着小姑娘的话，心里不住地感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机遇，每个人也有每个人的缘法，各自衍生出不同的生存之道，也就成就不同的故事。唉，也不知道村里其他人怎么样了。不清楚。李秀突然想到什么。哎，怎么苏家就你们3个，其他人呢？难道……我爹娘他们都没走，留在村子里。我相信你哥说的，便悄悄地偷溜出来。哎呀，还是你厉害，这都敢。要是我可万万不敢。李秀与苏宝珠2人天南地北地聊着，时间悄无声息地过着。一行人走了约摸30里路，天色渐黑，寻了一处尚还算不错的地方，便开始扎营休息。哎呦，你们到远一点的地方捡石头，别在这边。苏音同他们随便取了几块石头，便返回营地。到了营地后，苏音让2表哥杨华
帮忙捡些石头过来，自个儿去寻找南景之。有事？苏音点头。远不远？不远，就在前头的河床。紧要吗？紧要。那走吧。张炳亮瞧见三人往河床走，与自家老爹说了一声，便也跟了上去。瑞哥，你过去瞧瞧，看看他们是不是有什么需要。爹，他们一看就没什么需要。你这孩子平日里挺聪明的，怎的现在如此犯浑呀？这点脑子都没有。你过去问一问又不打紧，现在我们也跟着他们一道走，他们要是有什么想法或者打算，我们也得参与进去，总不能一无所知吧。在李瑞爹各种催促下，李瑞不得不起身，他一路小跑着追上四人。苏音，我爹让我来问一问，你们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倒也没什么事，就是发现了一些东西，你一道过来看看也好。哦，好。五人一道走到河床，苏音是见过了，很淡定，但其余几人就不那么淡定了，尤其是李瑞和张炳亮，两人已经被那场景恶心的胃部翻腾。南景之在最初的震惊过后，神色变得凝重，在他开口之前，南景之下的河床。等一下，新的。南景之这才接过口罩戴起，其余人见状纷纷戴上口罩。南公子可有什么发现？南景之摇头又点头。你们应该也看出来了，这些人身份不简单。河床上的尸体分属两方势力，其中一方你们应该听说过，是云州云王的，至于另外一方很神秘，没有任何标记。倒是那令牌很有趣，是吴王的。张炳亮与李瑞二人在听到云王、吴王这样的字眼，吓个半死。这些人可都是天上人，他们这些小民见都没资格见的。这两方人在这儿打斗，看来所图非小。我倒是听说过一个传闻，听说云王寻到了一张前朝的藏宝图，这些人指不定就是为了那张藏宝图在争斗。当然，这只是听说，不可考证。或许正因为这样的传说，云王的人才会遇到各方人马的劫杀。这件事牵扯很大，你们务必守口如瓶，免得惹火上身。你放心，绝对不会对外说的。我可以对天起誓。这倒不必了，自个心里有数便是。一旦被人察觉到你们接触过什么，很多人可不管你们是不是仅仅只是遇见，不知晓内情，他们都会抱着宁肯错杀绝不放过的心态。这话把张炳亮和李瑞两人吓得不轻。等会儿大家各自吩咐着自家人，不要到河床这边，就说这里的尸体多，有病毒会传染人。等会儿要是有人问起我们在做什么，便说商议后续的行程安排，统一口径。遂而几人商量了一下口径，商议后五人各自回归队伍。可是出了什么事？没事，就是一道商议后面的路该怎么走。张老汉心有疑惑，但见儿子不明说，心下明白有些东西不能说，倒也没再追问。没事就好。张老汉笑呵呵地说。李瑞一回到营地，遇到了张炳亮一样的情况，被自家老爹拉过去盘问。他们几个过去咋了？没事，就是商量后续的行程安排。那可有说了怎么安排？这一路上的情况都不太好，他们决定后面要加快脚步，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南山郡，尽早进入林州。对了，之前有人搬运石头，看到河床那边有不少尸体，那些尸体都开始腐烂，最好别过去，容易让人生病。这种时候得病，没药可以医治，那只能等死。你去与几位叔伯家说一声，尤其是小孩子，叫他们别到那边乱跑。苏英回来时，苏母已经在二表哥杨华的帮助下垒好灶台，开始做饭。英英，
许久没吃你做的饭了。等以后咱们到南方安稳下来，我天天给你做好吃的。苏英将他们商议赶进度的事情说了一声，苏母点头。那行，等会儿我烙一些干面饼，赶路的时候可以边走边吃。可是这一胎不稳，孕妇体虚过于劳累，有滑胎的迹象。哎呀，那可如何是好啊？我先尽量帮她保胎，但这头3个月孕妇得好好休息，过了3个月后胎稳定便会好些。谢谢大夫。李斯想要给钱，李大夫拒绝。诊费便不需要了，不知道可否给一些水？李大夫可是听说了，李家人不缺水，储存的水比苏音他们还多一些。李斯麻溜地给了1竹筒的水，李大夫高兴地接下，这可比分到几两银子还高兴。李大夫，那边出了什么事啊？是喜事，儿媳妇怀孕了，只是有些滑胎的迹象。现在逃难，孕妇得不到好的休息，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实属正常。李大夫想到了什么？苏姑娘，之前你们从那伙山匪搜罗来的药材里，有几味药材都属于保胎的，我给他们煎好药，要来银钱再给你。都是小事，我去取来，都在这儿了，你看看需要哪些尽管拿去便是。李大夫从里面挑选了几味药材，又到了南景之那边，为了李斯一家找保胎药。见李大夫回来，苏英关心地问了一声：可找齐全了？喜事这娃儿有福气，找齐全了。在南公子那边找了2味药材，正缺少1味药材，没曾想张家那边有，你说这巧不巧？也该是这孩子的福气啊。那便好。等芸娘喝完药，李家人都松了一口气。老三媳妇儿怀孕，这是好事，老三也算是有后了。可你们也听到了李大夫说的，有滑胎的迹象。孕妇头3个月是最紧要的时候，这个时候最容易没孩子。可是现在的情况，不用说，你们也应该知晓。之前李瑞与其他几家商议过后，明日要加快脚步，这一路上别说休息了，脚程都要加快一些。老三媳妇儿这个情况，别说加快脚程了，就是如往常一般都很难做到。她现在身子虚，受不住累，可是现在的情况，想不累都难呐。老三，你说说看，你是什么想法？爹，大不了我累一些，背着他走便是。你在说什么胡话呢？你能背1个时辰都顶天了，难道还想一直背着下去啊？你的身体受得住吗？1、2天你咬咬牙能坚持得住，那后头的日子呢？这日子还长着呢，你这孩子说话也不动动脑子。要不去求求苏音？此话一出，家里人齐齐看向他。我听说苏音他们有2匹马车，一辆骡车专门托运行李，另一辆马车就是坐人。人家能同意吗？苏音那丫头是好的，咱们去求求他们，想来应该会答应的，毕竟咱们都是同村人，她应该不会拒绝。求人家办事，你们也不要就想着张口，得要拿出自己的诚意。老三呐，芸娘是你的媳妇儿，这件事儿啊，你自己去办。去的时候带上1竹筒水去。等一下，你再拿一些荠米过去。好。2个儿媳妇儿在听到婆母要拿出这么多东西，很是心疼。即便2个儿媳妇儿什么都没说，但也清楚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你们怀孕的时候，该给你们补的都补过，现在轮到老三媳妇儿，我也不会亏待她。你们心里也别不舒服。这个时候你们要是也怀上了，
我也会一视同仁。你们生的孩子都是我们老李家的孙子，老三媳妇儿肚里的也是我们老李家的孙子。娘，我们都晓得。晓得就好。李斯带着一竹筒水和一小袋米找到苏音。小思啊，是有什么事儿吗？苏婶儿，我媳妇儿怀孕了，但是她也不是很稳。李大夫说了，她需要好好休养。可是现在这个光景，哪能休息好啊？我今日过来，便是厚着脸皮，想要为我媳妇儿讨个车位。我们不拘在车里还是车头，就是希望她能少走些路，将孩子稳住。苏母将东西推了回去，李斯以为他要拒绝，顿时急切起来。苏婶儿呀，你媳妇儿怀孕是好事啊，你明儿个让她过来便是，东西就不用了啊，乡里乡亲的搭把手的事儿。谢谢苏婶儿，东西一定要给，不然我们这心里过意不去啊。拗不过对方，苏母便将东西收下。李斯，明日你带一床被子过来。这路不平，马车上颠簸，带一床被子垫一下啊，你媳妇儿坐着也舒服不是？好，还是苏音你想的周到。哪里是我想的周到，是这段时间的经验。那时间不早了，我就不打扰婶娘你们休息了。李斯告辞后，苏音也返回车厢里睡觉。虽然会有些闷热，但总比在外面喂蚊子强太多。万籁俱寂，除了守夜的人还在，其余人都进入梦乡。一群身穿灰色制服，脚上穿着统一靴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行驶在官道上，时不时拦下一群人。一支上百人的逃难队伍，所有人步履蹒跚，衣着破烂，每个人饿得面黄肌瘦，嘴唇干裂。早知道就跟随苏音他们离开了。也不知道苏音他们如何。呸，指不定啊就死在路上了。娘，你说的是人话吗？神秘队伍拦下杏花村所有人。我知道。那伙人凶光毕现，一颗颗人头落地，鲜红的血液被干裂的土地贪婪地吸收着。苏音猛地坐起身，抹掉额头上的冷汗。苏音早早起来，今日比往日早起了一炷香。她先热热身体，一炷香后，所有人都醒来。男人们跟随着苏音打拳，女人们则忙碌着吃食与整理行李。打拳结束，苏音喊住了小舅舅与杨屠夫，三人走到远处无人的地方。茵茵，是出了什么事吗？小舅舅，杨叔，你们可还记得之前我们搜过一批假扮成难民的一伙人？两人点点头。怎么了？关于那一伙人的事情，你们可有告诉过其他人？家人是否知晓你们搜过他们尸身？这事儿我就和你舅妈说过，其他人都没说过，就连你大舅二舅我都没有透露过一分。我也就和我家媳妇儿提过，毕竟多出来那么多银钱都不好解释。我家里的银钱都是我媳妇儿管的，我有告诫过我媳妇儿，这件事不能对外说。为了各自的安全起见，小舅舅杨叔，你们再去询问一下各自的媳妇儿。我这就回去问一问。我回去就问。三人回到营地后，杨屠夫与小舅舅两人很快拦着各自的媳妇儿往林子里走。大河，这是怎么了？你这样子我有点害怕。别紧张，我就问你一件事，之前家里第一次多出一笔银钱，这件事你可还记得？小舅妈点头。这些银子是从那些尸体上搜出来的，这件事你可有告诉过其他人？你一定要老老实实告诉我，这可是关乎着咱们性命的事情，若是你真的说出去，也一定要告诉我们，别因着害怕就隐瞒，知道吗？小舅妈不住地点头。告诉过别人没？我发誓，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
你说过不能说，我就没敢告诉过其他人。确定？确定。那就好。他们问完后，便轮到了杨屠夫夫妻二人。到底出什么事了？你倒说呀！哎呀，你这样子呀，让我这心里闹得慌。哎呀，你这个婆娘小声点儿，莫要让人听了去。到底出什么事情了？我问你，上一次给你52两5钱银子的事，你可还记得？杨屠夫媳妇儿不住点头。这件事你可有向人透露过？我又不是傻子，我怎会将这件事情告诉其他人？老话说得好，财不露白，这道理我是懂的。你确定？这件事关乎着我们所有人的性命，一旦让人知晓，我们小命可就不保。你要是无意中透露出去，一定要告诉我，我们好提前想法子。杨屠夫媳妇儿刚想点头，但想到什么，到嘴边的话顿住。你对方嘴里喃喃一声。李家村那边，李斯夫妻两人趁着天彻底黑下来之前，又从林子里寻来一些柴火。突然，芸娘腹部一阵绞痛，难受的弯下腰。芸娘，你怎么了？我肚子疼。这是怎么了？娘，我也不知道啊，芸娘突然就疼得厉害了。李瑞听到动静，过来问了情况，开口道：苏营那边有大夫，让大夫来瞧瞧。你愣着做什么呀？赶紧去呀！哎，李斯直接旋到苏音，说明了情况。苏音放下手中的东西，带着他找到李大夫。芸娘见大夫来，有些犹豫。娘，我休息一下就好了，没必要看大夫的。你别瞎想啊。李大夫得了示意，开始替芸娘把脉。半晌后，李大夫放下手，对着李家人说道：先道一声恭喜，你家儿媳妇怀孕了。猛地听到是喜事，李家人先是一愣，旋即满面喜色。杨虎，你们这是？大河，我这边出了一点意外状况。杨虎将事情说了一遍，杨大河神色也变得凝重。你们俩先别急呀，等梨花来了问清楚再说，你们现在想再多也无用啊。两个大男人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心里哪能不着急。很快，杨虎媳妇儿带着女儿梨花匆匆而来。爹娘，这是怎么了？之前家里多出50两银子的事情，你可有说出去，让人知晓？无论是家里人还是其他人，可有人知晓？梨花，你先别着急回答，好好想一想，想清楚了再说。见几个大人神情凝重，梨花既害怕又忐忑，在李氏的安抚下，慢慢的平复下心情，认认真真的想。半晌之后才开口：这件事我对谁都没有说过，即便小弟他们我也没说过。确定？爹，我确定。哎呀，没人知晓就好。苏音在知晓情况后也长舒一口气，起码自己没露出什么马脚，其他的全看天意，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卯时2刻，队伍出发，浩浩荡荡的队伍一动，官道上还在休息或者还在收拾行李的难民们不由自主地加快速度。所有人都清楚，与大队伍走更为安全。见到苏音这支队伍，自然是想要跟在他们身后。与此同时，杏花村的人也陆陆续续起来，每个人脸上毫无精气神，所有人蔫巴着，每个人身上的行李寥寥无几，每个人眼中已经没有了之前那种生气，整个人变得木沉沉。当初他们经过惠安府时，许多人想要在惠安府门外停留一晚，稍作休息，但杨礼正却执意要走，结果在官道上遇到了劫匪，造成了死伤，大伙丢了家当。在不少人的想法里，倘若他们留在惠安府城门外，或许就不会遇到这伙劫匪，他们就不会变得如此惨。老大，你去催促一下大伙，
赶紧上路，咱们走得快一些，或许还能赶上苏丫头他们。爹啊，你这么为他们考虑，可是他们却那么说你，你为他们筹划这么多干什么呀？这群人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当初咱们家就应该和苏丫头他们一起走。嘿，你这孩子，哎，爹明白他们心里不痛快，毕竟死了那么多人，家当都丢了，他们会怨怪也正常，是爹考虑不周。可是明明当初决定不在惠安府城门口停留，是经过大家伙一致决定的，凭什么到最后都要怪您呀？杨礼正重重叹一口气，做决定的几位族老都死了，就剩下他一个人，自然所有的怒火都会集中在他的身上。嗨，算了，我自己去吧。哎，你坐着休息，我去就是了。张婆，时辰不早了，得早些出发了。都没吃的，也没力气赶路，要不你家弄点吃食过来，我们就有力气赶路了。杨福脸上的笑容僵住，但没敢多说什么，直接往下一家走。每走过一家，或多或少会受到不少白眼。赶路，我看也别赶路了，直接等死算了，反正我们什么都没了。三叔，瞧你说的，不走就是等死，往下走或许会找到吃食，还有一线生机。哼，如果不是你爹做了错误决定，我们也不会落到这样的下场。说到底都是你们家害的。你要不要脸？你说什么？你敢再说一遍吗？哼，当初那个决定本来就是所有人商量过的，凭什么将所有过错怪在我爹一人身上？我可记得当初你也非常赞同，还说什么在惠安府城门口就想到那日在永清县的情形。怎么你自己说过的话这么快就忘记了？还有你自己懦弱，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你可真是无耻啊！你这里的动静立马引起了周围杏花村人的注意，自然都听到了杨福的话。这话不仅是对他说，同样也是对其他人说。好，杨福，你长本事了啊！本来就是你们的错，身为李正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导致我们落得这样的下场。当初苏英在的时候也没见得会这样，遇到再难的事情都能解决。哼，当初你们为了大壮一家将苏英他们赶走，留一个没用的人将有用的人赶走，这不是李正的失职吗？啊，你他娘的在胡说什么啊？当日明明是我爹说过要处置他们，将他们赶走，是你们这些人要留下他们一家啊！现在倒好，你们变得清清白白，倒是我们的不是了，你们还要点脸吗？老大，你闭嘴！爹，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是要我们忍着吗？我不想忍了，明明不是你的错，凭什么一切后果要我们承担啊？一切罪名要落在你头上，难道就是因为你是李正吗？现在我们是在逃难，杏花村早就没了，你也不是什么李正了，你肩上的担子可以放下了。爹，我求求你了。杨立正欲言又止，最终重重地叹一口气，罢了。从今日起，我不再是杏花村的李正，以后你们也不用再听我的话，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再也不会多说一句。此言一出，杏花村人都愣住了。虽然他们心里怨怪李正决策错了，但是当听到他要卸下李正这个位置，所有人没有来的感到心慌。李正，你别说气话，我们就认你，你可不能扔下我们不管啊！我们一家从来没说过是你的不是啊！哎呀，李正啊，杨三叔就是说气话，您可别当真呐。你要是不做李正了，
咱们杏花村就真的没了。我已经老了，没多少时间可活，村子已经没了，李正这个位置早就应该没了。你们不用说了，我心意已决。杨福搀扶着杨礼正回去，杨礼正一家已经收拾好行李，启程上路。这一次他没有叫任何人，往日还有人拖拖拉拉的，今日没有催促，所有人立马跟上。大壮一家被所有人落在最后。爹娘，我饿。大壮乖啊，忍一忍就过去了。娘，我再不吃就要饿死了，你忍心看我饿死吗？娘，娘，你去求求李正爷爷。大壮爹，你去求求杨礼正吧，说是儿子出了什么事儿，你们老杨可就没后了。爹，我以后还要给你养老送终呢。大壮爹不想去，但母子两人轮番劝说着。我去试试看。他一靠近杨礼正一家，对方警惕地看着他，心中满是嫌恶。有什么事啊？阿福兄，大壮要撑不住了，你们能不能给一口水给他呀？只要一口水就行，这一份恩情我们一家都会记住。我们还想问你讨一口水，这一份恩情我们一辈子都会记得。杨寿直接推开大壮爹。你哪儿来的脸问？你大壮的命是命，我们家孩子的命不是命？你看看他们，像是有吃有喝的样子吗？真怕你儿子死了，你割开自己的手给你儿子吃喝呀？求我们面前算个什么？赶紧给我滚！老子现在看你就烦。呸！什么脏东西呀！当初就不应该为了这样的脏东西，害得我们失去了苏丫头。那个丫头是个有本事的，可惜我们为了大壮一家寒了她的心，人家走也是正常。前头的人听到也跟着附和。哎，你们可还记得苏丫头离开前说过的话？她说过留下大壮一家迟早是祸害，我瞧着呀真被她给说中了。你看看现在咱们就是变成这样了。对对对，依我看大壮一家就是霉运缠身，我们才会如此的。说到底都是大壮一家害的。爹娘，他们都在骂咱们，你们要骂回去，明明就不是咱们家的错。之前他们都不是在说吗？是李正爷爷的错，为什么现在又变成咱们的错了？儿子，别说话。哼，那个倒霉鬼不是已经被卖了吗？为什么我们家还是被人讨厌？申时时分，所有人已经累得虚脱，很多人脚已经抬不起。爹，前面有一棵大树，我们就到那边休息吧。哎，好。杨礼正一家休息，其他人也立马跑到那棵树下休息。去，这里没你们的位置。你们这些坏人！大壮娘捂住儿子的嘴巴，不让他继续开口。一家三人步履蹒跚地走到几步之外的树木下，三人依靠在树干上，累得已经不想动弹。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自官道上传来，方向来自惠安府方向。头儿，前面挺多人休息，要不要去那边问一问呀？领头的男子视线从官道两侧掠过，点头。诸位乡亲，上月初六那日，位于富顺县到永清县的路上，有一伙人被人杀了，你们可有遇见？啊，若是你们能提供消息，我们这边会给予提供消息的人100两银子，以及1袋米和1壶水。这位爷，我们未见过你说的那一伙人，你们真的没有见过？杨礼正刚想说没有，就听到几步之外传来一道声音：“你说的
是真的吗？完了，这下可真的是完蛋了。哈，当然是真的。马背上的人听到消息，也纷纷下马，纷纷朝着大壮娘而去。大壮娘有些害怕，但为了儿子，还是壮着胆子开口：“你先给我水，不然我不相信你。”他没有废话，从腰间解开水囊，直接丢给大壮娘怀中。儿子，有水了。男子没有催促，等着他们一家3口喝完水，这才追问：现在可以说了吗？上月初6，我们正好赶往永清县的路上，的确遇到一伙人，大概100来号人，那些人都是以青壮年为主。领头男子似看出大壮娘的紧张，温和地笑着：莫要着急，慢慢想，慢慢讲。去，拿3个肉饼过来。下面的人立马从行囊里拿出3个肉饼。婶子，可以一边吃一边想，吃完后再说也来得及。你说的越仔细，提供的消息越准确，我们给你的报酬只会越高。领头男子看似在给大壮娘一个好好回想的时间，其实眼角的余光一直观察着杏花村众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落在他眼里。在大壮娘吃完后，他才慢悠悠地开口询问：都想清楚了吗？我们走在官道上时遇到了他们一伙人，起先他们是走在我们后头，后面他们超过了我们。可有瞧见是什么人杀了他们？没有。你刚刚说他们超过了你们，对吗？那你们再次见到他们是什么时候？没有了。你敢戏耍我们？说着就要拔刀。婶子莫怕，我这个手下脾气有点急，关心则乱了心神，莫要见怪啊。没事。你们走在他们后面，理应见过他们的尸体，我就想知道可有什么人亵渎过他们的尸体。你若是见过有人动过他们的尸体，只要提供那人的长相信息，我这边一定有重谢。没见过，我们走另外一条路了，并没有走官道。这么巧？你可以去问他们，我们是同村的，当时大伙儿一起走的。这位爷，他说的没错，若你们说的是那一伙人，我们的确是见过，但是与他们相遇后不久，我们就往小路走了，并没有走官道，所以不清楚他们是什么时候被人杀的，更没有遇见他们。那你们为什么会改道？有2个原因。第一，听说那山谷之间有水源，我们身上带的水用了不少，想要补充水源。第2个原因呢，那条小路还可以抵达永清县，一举两得，不用特意绕回原路。当时的确是这样的，我们缺水，需要找水源，知道那边可能有水，自然就往那边走，所以没见过你们同伴的尸体，他们什么时候死的我们都不知晓。我再问你们一次，可还有什么遗漏吗？众人摇头，可下一秒一道银光闪过，锋利的刀子划过杨大叔的脖子，脖子上鲜血喷涌而出，一颗头颅滚滚落下。你们没有说实话，这就是下场。最后一次机会，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老老实实说了，或许我们能留你们一条命，若是不说，所有人都得死。他知道，即便他们说了，这些人也不会放过他们。在大壮娘开口的那一瞬间，所有人的命运注定了。苏丫头一点都没有说错，这家子迟早会害死他们。
被那丫头一语成谶。这都是命，是他们的选择，怨不得其他人。爹，如果我们说了，你能不能放过我们？我会考虑。既然你们没有想过放过我们，那就杀了我们吧。说不说都是死，那我们没什么可说的。然而，他们低估了这些人的手段。你们干什么？放开我儿子！爹娘，救我！大壮被下面的人捆绑住，拖在马后。放过我儿子，放过他吧！我告诉你，我什么都告诉你。大壮娘，爹！杨立正几个儿子肝胆欲裂，扑上前接住他的身子。杨立正倒在大儿子杨福的怀中，他的双手死死握紧大儿子的手，眼神死死地盯着他。他什么话都没说，但杨福看懂了。爹！既然儿子明白了，杨立正缓缓地闭上眼。大壮娘为了救儿子，压根儿不敢有所隐瞒，倒豆子般将事情抖搂出来。我们赶小道后，有5个人跑过来劫财，但被我们联合杀了。领头男子恍然大悟，他还以为他们隐瞒的是什么，原来是这个。不过这个的确是该隐瞒。可还有什么线索？没有了，求求你放过我儿子。再仔细想想。大壮爹想到了什么，刚想开口，就听到杨璐暴怒一声：杨六，你们该死，都是因为你们！杨璐将大壮爹扑倒在地，手中的匕首狠狠插入他的胸口。那些人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就像是看一出猴子耍戏。杨福趁着这个时候抱起儿子往林子里冲，同时对着其他人高喊出声：快逃，这些人不会放过我们！杏花村的人如梦初醒，一个个什么都不要了，拼命地往山林里逃。全部杀了！非杏花村的难民们在听到这话时，还没意识到这句话里同样包含了他们。杀戮在官道上进行着，被马儿拖拽着的大壮早已没了声息。儿子，我的儿啊！聒噪！大壮娘到死都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孩子。不要杀我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救命啊！在周围休息或看热闹的难民们纷纷求饶，可他们的求饶一点作用都没有。他们终于意识到，这伙人是不会放过他们。鲜血的腥臭味慢慢地笼罩在这一片山林，仿佛空气中都带着血腥味。半个时辰后，所有人归队。处理干净了吗？一个都没逃走。很好，去他们说的地方走一走。虽然知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但不妨碍他再走一圈，或许有意外的发现也说不定。头，路找到了。一行人穿过林子，果然在林子里看到了一条小道，有车轴印。沿着车轴印往前走，很快发现了打斗的位置。看来他们没有说谎，找到那5具尸体。不出一盏茶的功夫，5具尸体全部找到，这些身上的衣服完好，就连佩刀都留在了这些人的身侧。看来那一伙人很谨慎。头儿，那伙人的行李都没了，显然是遭到了惠安府那一伙人的洗劫。领头男子没有回应，仔细打量着那5具尸体，忍着难闻的气味，视线来回在5具尸体身上扫视，眸子微微眯起，不对劲。头儿，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你仔细看这些人身上的伤口，
经他一提醒后，副手认真地观察这些人的伤口，这一看之下，果然发现了问题。这人是被一刀抹去脖子，那2个人也是被人一刀贯穿心脏。出手的人手法狠厉果决，不像是凑巧，更像是训练有素的杀手。另外2具尸体倒像是被人乱刀砍死的，倒是符合那群农户的作风。这个发现让几人的脸色都变得凝重，可见他们见到的人并不齐全，还有漏网之鱼，而这个漏网之鱼有着杀手的潜质。该死！早知道如此，他就不该下令将这些人全部击杀，该留1、2个活口。你确定全部杀了吗？下属也明白过来，他倒是想说没有，可回去，万一有漏网之鱼。是。一群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再次返回那片山林。与此同时，断崖之下，一株参天大树的枝头上挂着一大一小。半个时辰后，杨福将自己与儿子从树上救下来。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万一那一伙人寻来，他们必死无疑。他将孩子背在身上，朝着南走。次日正午，寻找宝藏的那一伙神秘人再一次抵达屠杀之地。找！一具具尸体翻找过去，没有一个活口。往前搜索。如果有活口，此时必然往南走。头儿，前面有一个带伤的。带走。大人，饶了草民吧，我就是一个过路的，求求你们放过我吧。自打出生到现在，他有无数次的后悔瞬间，但要说最后悔的一件事，便是昨日不应该在那边休息，不应该白痴的一样看热闹。昨天发生的事，我一个字都不会对外说。我这个人嘴巴最牢了，绝对不会再为乱嚼舌根。求求大人放过小的吧。领头男子蹙眉，很不高兴，居然不是那个村的人。除了你之外，昨日你可还见到其他活口？没有了。既然没有用，那便杀了吧。不要啊！大人若是想知道他们的事情，我知道一些。你知道那一伙人的事情？知道，我们一家是跟在他们身后，他们休息，我们便休息。这一路走来，他们的情况我们知道一些。你最好是没骗我，否则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不敢，小的不敢。先说说看，那一伙人是哪里人？第一个问题便将他问住了。没听他们提及是哪里人，但我知道他们是来自一个叫杏花村的地方，听他们的口音是我们梅州人士。这个回答领头男子不是很满意，但好在还能提供一个有用的信息。杏花村在他们的队伍里，你可看到会武功的人？有。他现在在哪里？已经被你们杀了。什么？副手皱眉，一副你莫要与我开玩笑的不可思议表情。真的，就是那个上前回你话，在大人询问他们是否有遗漏，在他们摇头之后，大人你突然的出手杀了。你说谎，那个人压根不会武功。真的，我没有说谎。每日早上起来，我都能看到他在打拳，打得虎虎生威。这都不算有武功，那怎么样才算呢？在他们那个村里，我就见过他打过拳，其他人都没有。他们村的其他人都还想着与他学打拳呢。见他不似说假，从这里也可以侧面印证，曾经他们队伍里有人会武功，而那个学了3、2招的男子才会每日晨起打拳，这越发肯定离开的人非同一般。你从什么时候跟随着他们？离开惠安府后的第2日，与他们碰到，当时他们很是狼狈，似乎被人打了。过了惠安府？
又是这个惠安府，看来得去一趟惠安府，查一查他们打劫这伙人时是否遇到了阻碍。关于他们的事情，你还知道一些什么？事无巨细。我想起来了。说。那个村子里的人似乎很讨厌那个叫大壮的一家子，我听他们的意思，好像因为他们一家子人惹到一个人，导致那个人离开。谁？说。我记得他们在聊天的时候提及那人时都很佩服，那个人好像很有本事，且帮他们度过了不少难关。他的名字好像是叫……到底叫什么？闭嘴！你好好想。男子惊惧地点头，他记得杏花村的人都叫他舒丫头，而杏花村的人都姓杨，那么他的名字应该叫……他叫杨叔。杨叔？你知道他长相吗？长相？男子蹙眉，努力在思索。难道你没听他们提起过吗？有听他们提起过，但我自个儿没亲眼见过。你只要转述别人是怎么说的，其他的你不用管。杀鸡杀猪一刀解决，一点都不怂。这个与林子里那几具尸体的特征对上了。听一个大娘说，他长得很壮实，胃口很大。男子努力地思考着该如何编，而他这副表情落在他们眼里，就成了努力回想关于他的一切。身高大概到我肩头，我是听一个老婆子提及，说什么与他孙子一般高，但是却比他孙子厉害。他的孙子身高没有我肩膀位置。领头男子脑海里已经描绘出一个身材矮小但身体壮实的一个年轻男子。至于具体长什么样，我就不知晓了，他们都未曾提及。点到而止的描述反而更有可信度。领头男子能得到这么多信息已经很满足了。杏花村，武功高强，身材矮小，身躯壮实，胃口大的一个年轻男人。大人，我把我知道的都说了，能不能放我走啊？解决了。你言而无信，你无耻，你们会不得好。最后一个死字被一刀斩断。一个蝼蚁，有什么资格谈条件？哼！一群人骑上马，开始沿着官道上一路寻找杏花村之人。预知梦后，苏音一整日白日里都留意着官道上来往的人群。既然有人找寻，那么说明那一伙人身上极有可能带着重要的东西，而那东西至今下落不明，对方才会大海捞针的一路在难民群里寻找。吃过晚食后，苏音找到舅舅他们，开口说道：明日再早起2刻钟。这么早？行吧。苏音一一通知下去。通知完自家人后，他与张家人说了一声，张老汉不住点头，满口答应，连原因都不问一声。他刚一走，明日要跟着早起的几个大孙子叫苦不迭。阿姨，这也太早了吧。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点苦都吃不得，成不了大事。哼，没出息的东西。见阿爷生气了，几个孙子都不敢吭声了。从张家那边出来后，苏音去了李家村的休息地。坐。英子，可是有什么事？李瑞哥，我从县城里的镖局师傅那儿偷学了一些功夫，又请教了南公子一些打斗的技巧。这几日路上遇到了不少事，那拳法和技巧用的都还不错，我自己也瞎琢磨，也琢磨出了一点点门道。李家村人与杏花村人不同，他们毕竟与他相熟，知根知底的，自己那一身武功必然得有个说法。现在我舅舅一家还有另外的几家人，每日早上都会跟着一道训练，我就想要过来问问
你们这边是否有兴趣？要不要一道进来？以后要是遇到个什么事情，也能多一点保命的手段。英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大家都是一个村的人，现在又在这种时候，更是应该互帮互助。若是以后我们有什么麻烦，我相信李瑞哥也不会袖手旁观的。那是自然，你们帮了我们的事，我们可都记着呢。这边就要麻烦你去与其他人说一声，若是想要学习，那明日寅时5刻便要起来。好。没想到英子还有这样的机遇啊！这次见到英子都不敢相信，她能变得这么多。别说啊，英子变了许多，就连宝珠我都快不认识了。你们几个人明日跟着一道去学。现在这世道这么乱，有这个机会给你们，可要把握住啊！以前你们要是想学，那可都是要交好些银子，人家还不一定会教你，能不能成，就看你们自个儿的造化了。一家之主拍板后，李瑞家的几个兄弟都要去。爹，我去问问大伯、二伯还有小叔他们。你去的时候跟他们讲清楚利害关系，免得以后他们怨怪你没讲清楚。说清楚后，他们要不要去，你也别给别人下建议，让他们自己选。行，我知道了。他先去拜访了大伯，再到二伯，逐一说了过去。翌日寅时5刻，苏英早早起来。他起来时就发现李瑞一家早早的起来，陆陆续续其他人都赶过来，一伙人选了一处地方，开始跟着苏英打拳。约摸1炷香后，苏英停下，让李瑞等人休息。苏英走到杨大山等人面前，你们也学了一段时间，都说说看有什么感受？我最明显的感受就是身体变强壮了，之前打拳还是软趴趴的，现在一拳挥出去都能感觉到劲风了。没错，而且腿部的力量也变得强大了。之前别人用力一推很容易被推出去，现在不会了。好，接下来我们要增加一个项目。杨虎等人都来了兴致。什么？对战，2两对战，这个名字叫做学以致用，学到了得要运用上，才是真正的掌握。杨大山等人眸光大亮，他们早就想试一试。你们各自选择一个对手。苏英看向几个小伙子，你们年岁小的也各自选择一个对手。李瑞这些新加入的直接成了看客。今日这个下饭菜不错。不是白粥吗？下饭菜在那里呢。李秀大窘。此时场上有3队人，分别是杨大山对战杨虎，杨华对战周有才，杨荣对战张炳亮。哥哥加油！哥哥小心点。你觉得他们6个人哪3个会赢？现在不做判断。南武盯着渐入佳境的杨荣，有些诧异。那小子很不错啊，开始运用起来了。倒是他的对手还是无法做到活学活用啊。这小子的确不错，脑子很灵活。被关注的杨荣此时正一个反手将张炳亮摔在地上。苏英看着场上第1分队分出胜负的2组人，你们先站在一旁。很快场上另外2队也分出了胜负，分别是耐力更持久的杨华以及力量更大的杨虎。回去之后自己回想一下方才的对战，以及看过别人的对战之后的感受，明日再来告诉我，你们从中体会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面前的人基本都比他大，但此刻的他们就像是认真听课的孩子，不住地点头，记下老师布置的课后作业。苏丫头，你这教学不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套路，我们就是照搬而已。苏英实话实说，不敢居功。你这套拳法的确不错，简单却实用，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招式，但是每一招每一式都非常实用。这套拳法若是推广到军中，必然能让大雍朝的兵卒
武力更上一层楼。还是别了吧，就怕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来祸害百姓。任谁都看出来，大雍朝正走向末路。豫州的民变，你怎能确定它不是背后被人操控的兵变？卯时2刻，队伍再出发。这一次，每个人嘴里都嘀嘀咕咕的在议论着，讨论的内容赫然是白日里老学员们对战的事儿。哥，你太笨了，前头被牙二哥打倒的时候，你就应该马上滚到一旁，这样对方就不会被彻底压制住。秀娘，你是之前就想到，还是后面想到的？你倒下的时候，我就想着你应该滚到一旁，先避开对方的攻击，再找机会反击。可没想到你却……杨水莲好笑地看着他们兄妹2人讨论着方才那场对战。我咋听着，感觉秀娘比你更适合练武呀？周秀娘眸光一亮，有些跃跃欲试。嗨，她一个女孩子家的，学那玩意儿做什么？有才和有意去学了，回来能保护咱们就够了。周秀娘眼里的光渐渐熄灭。杨水莲见婆婆这么说，也不好多说，便没在这个事情上继续说下去。周家人在讨论，张家人也在讨论。你瞧瞧你们一个个的，高头大马的，没想到一个都没剩，全被人打趴下了。看来你们都没用心学。爹，不是我们没用，是对手太厉害了。哼，技不如人，输了还找借口，我看你是皮痒了。张老二被打得嗷嗷叫。爹，这真不能怪咱们啊，毕竟我们学的时间短，不如他们。张老汉想打老三，老三鸡贼得很，一溜烟跑了。下次对战，谁要是再输，回来我再打一顿。张家男人们哀嚎一片，女人们则在偷笑。少主，这位苏姑娘是个人才，若是咱们将她招揽到我们这边，将来你要是争夺那个位置，必然是一大助力啊。你觉得她会来吗？只要少主你亮明身份，没有人会拒绝。那丫头，你觉得她聪明吗？聪明。她捡的那个胖子又是什么身份？西南大商贾万宝祥，人称万三爷。就这2个人凑在一起，你觉得他们还看不出来吗？没想到他们早就看出来了，可他们却……其他人或许看不出，但那2个人800个心眼子的人凑在一块儿，说一点都没发现，他断然是不信半个子儿的。没看到那丫头，但凡遇到一点关于某方势力或者地方官员的事情，都会屁颠屁颠跑过来询问。苏音这货贼精贼精的。那倒是可惜了。人各有志，强求不得。约摸一盏茶后，前方出现了一座7层的白鸡塔，这寓意着他们即将进入白极县。距离白鸡塔500米外时，苏音眉头微蹙，鼻尖微微耸动了几下。是他的错觉吗？很快，那股味道再次席卷而来。怎么啦？苏母掀开车帘，芸娘跟着一道探出头，看向前方。芸娘，你莫要出来。你闻到了没？万三爷点头。万三爷看向后方，吩咐杨荣：你去把李大夫叫来。杨荣从骡车上下来，到队伍后方请人。南景之也听到了风声，骑着马越过长长的队伍，走到最前端，刚准备开口询问，便闻到了那股若有似无的臭味。十有八九人体腐烂后的臭味。这2侧都没有尸体，这臭味从哪里来的？从今日的风向来看，这气味应该是从白极县传来。所有人的视线都看向前方白极县所在的方向。前面情况不明，就这臭味，我们不得不重视起来。大量的尸体没有掩埋处理，很容易滋生出疫病，我们不得不防啊。每家每户都有艾草，我的意见是
进入白极县之前，每家每户所有人必须佩戴口罩。苏音点头，补充一句：李大夫，我们可不可以将艾草煮成水，将口罩浸泡在艾草水里，然后晾干再佩戴，这样会不会更好？这是个好法子。艾草水也是具有杀毒的效果，现在太阳烈，不需要多久就能晒干了。接下来众人又商议了进入白极县的注意事项，确定后，每支队伍的负责人吩咐下去：大哥，出什么事了？阿瑞，前头怎么了？李瑞将事情简单的说了一遍。李家二叔蹙眉：需要这么麻烦吗？人家是大夫，见识肯定比你多，听他们的准没错。你要是不愿意，我们也不拦着。被自家老二哥一凶，李家二叔不敢吭声了。各家赶紧动起来！跟随在他们后方的逃难人群见他们都停下来，每家每户都在煮艾草水，很是奇怪。有几个人上前询问情况。你们怎么突然用艾草水煮衣服呀？老人家，我们闻到了尸臭味，恐怕前头可能会有大量尸体，尸体一多容易滋生出疫病，以防万一，我们这才用艾草水浸泡着戴的面罩。老人家要是不着急，也可以让家人做一做防备，小心一些总是好的。对对对。周围几个人也都听到了，每个人反应都不同。苏音将情况说了，至于他们是信还是不信，这就不是他所能控制的，选择权在他们手里，自负盈亏。老者回来后将情况告诉家里。爹，我们该怎么办啊？老汉看向大儿媳。家里的艾草可还有？还有一些，出来的时候我想着万一路上会用上，便都带上了。起火煮艾草水，你们几个也弄一些面罩出来。爹，咱们已经没那么多水了，景和郡能不能弄到水都是未知，那些得省着点用。你这要是煮艾草水，岂不是浪费呀？我瞧着越靠近景和郡越是好光景，两边的尸体都瞧不见，肯定不会有什么大事。爹，他们家大业大，浪费得起那个水，我们浪费不起啊。老汉有些犹豫了，但看着那边热火朝天捣鼓着，再看看前面风平浪静的白极县，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艾草煮水。哎呀，爹！若真风平浪静，他们又何须这般做？他们那么多人能如此完好走到这里，你觉得是运气使然吗？这一句话让两个儿子成功闭了嘴。老汉一家跟着苏音他们一道做，另外几人却不同。我瞧着没问题啊。是啊，这里可比之前那些县城好太多了。煮艾草水用来浸染面罩，当真是浪费。诸如此类的理由，学苏音的人少之又少。给孩子戴个口罩吧。哎呀，这么大热的天，戴那玩意儿，那纯属受罪啊！你们可真是没事找罪受。那人相公也是嗤笑出声，一脸鄙夷地看向他们。呸！好心当成驴肝肺。好言难劝该死的鬼。苏丫头说的没错，为这种人生气不值当，后面有他们哭的时候。一直坐在马车里休息的云阳掀开车帘，忍不住问道：前头真的会出问题吗？不一定，以防万一，多做一些准备总是没有错的。若是到了地方你再发现不对，你再做准备，很有可能就会错失。现在这个光景，一旦感染上瘟疫，十有八九就是死亡。在这里耽搁了一个时辰，队伍再次启程，往前走了约莫一盏茶的功夫，白极城门出现。城门口干干净净，没有一具尸体，城门紧闭，城楼上只有几个守城兵在上面巡逻，一切都很正常。奇怪，我分明闻到气味就是从这边传出的，怎么会没有呢？
无论是南武还是苏音等人都觉得奇怪。我们这是做白工了。什么叫白工？万一以后能用到呢？哎呀，白白耽误1个时辰。往好的地方想，我们今日多休息了1个时辰，前面没病没灾，岂不是更好？莫不是你想有灾？议论声在队伍里响起，每个人都对眼前的景象傻眼。苏音蹙眉，那尸臭味是骗不了人的，这里面肯定有古怪。不知道为什么，待在这里我总是不得劲儿。别说他有这个感觉，苏音也有这个感觉。走。马车从白极县城绕过，学着苏音一道的人此时也跟着到了白极城城门口。他们预想到的场景没出现，一切风平浪静。爹，你看看，什么事情都没有。老汉也愣住了，一想到浪费掉的水，一阵心痛。我都说了，白极县肯定没事儿。你看，你瞎跟着他们搞，白白浪费了那么多水，那些水我们能用好几天呢。老二，你给我少说2句，爹那也是为了咱们好，万一这里真的发生了什么疫病，这都是为了救咱们的命。一点水而已，过了白极县马上就到景和郡内了，我可听说了，那边下过雨，不缺水。老大一顿说后，老二讪讪地闭上嘴。即便如此，老汉心里依旧难受。再说苏音一行人越过白极县，往前走了约摸半炷香，一股浓烈的尸臭味扑面而来。苏音、南景之、南武、李大夫等人站在村子后方的田埂上，看着前方一个大坑。只见坑里密密麻麻的躺着一具具腐烂的尸体。快走！这里有瘟疫。苏音一回来，一开口，让所有人面色都大变。苏姑娘，你说的是真的？是真的，在村子后方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坑洞，里面都是患上疫病而死的人。这里不能久留，赶紧离开。李大夫跟着说，阁下若是还有艾草，不妨熏起来，不要全部用完，后面或许还有大用处。有了李大夫的吩咐，所有人都不敢马虎，尤其是在听到这里爆发瘟疫后，哪个敢不听劝？后面跟上来的人瞧见苏音一行人点燃了艾草，还有人用艾草全身熏，很是纳闷，这些人又在搞什么鬼啊？随便他们怎么做吧，咱们别管就是了。苏音瞧见了老汉那一家子，只想他们听了自己的话，想着疫病的事情还是通知他们一声为好，免得他们中招。姑娘可有事？老人家，与你们说一声，白极县爆发了瘟疫，你们若有艾草，赶紧要熏一熏。什么？姑娘，你莫要开玩笑啊！你莫要骗我们啊！这里干干净净，太太平平的，哪有瘟疫的样子啊？你们难道没有闻到这里很浓的尸臭味吗？说是不行，你们可以到村里后方去瞧一瞧，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尸坑，里面都是一些感染瘟疫死去的人。见他说的信誓旦旦，老汉一家已经信了七七八八。这里不能久留，你们还是快些离开白极县。苏音通知后，跟上自家队伍离开。老汉一家看着他们飞奔的马车，再看看一群人狂奔的样子，他们的心里直打鼓。我去看看。不出半盏茶的时间，老二连滚带爬的回来。爹，走，赶紧走！穿过那片区域后，苏音等人没有停歇，连夜赶路。当天边出现暖光时，前面的官道上出现了一个石碑，雕刻着3个大字：景和郡。怎么了？茵茵，你看那个石碑，咱们是不是到了景和郡啊？咱们到景和郡了。可算是到了。娘，你先去眯一会儿。苏音从车上下来，到后面找到万三爷。有事？胖爷，前头有什么地方可以休息？没有，不过
再往前走一段10几里，就是隶属于景和郡的景山县。景山县能不能进是个未知数，城门口什么情况也一无所知。苏英看了一眼天色，大概是在卯时1刻。瑞哥，咱们就在这儿休息，45刻再走。好。大部分都在休息，苏英睡了后半夜，此时正清醒，干脆充当守夜人。迎着冉冉升起的朝阳，苏英打着拳，每一处出拳，认真对待。张炳亮正准备休息，突然老爹踹来一脚。你没看到苏姑娘正在练拳呢，你赶紧过去。爹，苏姑娘说了，今日就免了，不用练习。你是不是傻？人家说不用，你就真不去？你看看苏姑娘，她一个姑娘家，同你们一样都赶了1夜的路，现在还坚持着练拳。你个大老爷们儿，还不如人家小姑娘。行，我去。还有你们，赶紧都滚过去。几个大孙子瞧见自家爹都过去，不等阿爷开口，麻溜的跟着老爹一道过去。杨大山将地方收拾妥当，王氏催促道：赶了1夜的车了，你赶紧去休息。我得去练拳。他看向苏英所在的方向，张家人已经过去。王氏瞧了一眼，便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心里心疼自家男人。茵茵，今天还对战吗？既然他们都这么积极，苏英也就按照正常训练起来。继续对战。老学员们很快分好队伍，找上自己的老对手。今日我会打倒你。正好，我也是这个意思。随着苏英一声令下，场上几队人立马交缠在一起。南武看着那边对战的人，再看看身边的兄弟，我们是不是太过懒惰了？大哥，你不会来真的吧？嘿，其他人都露出了苦笑。行吧，咱们也不能落后于人呐。苏英听到动静，看到了南景之那边也有对战，顿时来了兴致，跑到他们那边去观战。苏英盯着南武、南六等人，眼珠子滴溜溜地转着。南景之打着哈欠，朝着这边望来，一眼就注意到了苏英那贼溜溜的眼神。这丫头准备打什么坏主意呢？半个时辰后，两边的对战停歇，每个人累得倒头就睡。苏姑娘，有事啊？南武叔，你觉得我的那套拳法如何？通俗易懂，简单实用。那你想学吗？可以吗？当然可以啊，我们是什么交情？那都是过命的交情了，一路上风风雨雨的，这关系可不是普通朋友能比的。南武听着这话，不住地点头，心里暖暖的。这白白学了你的武功，我这心里这……你瞧瞧你，这样不是见外了吧？苏英话锋一转，要不这样吧，我知晓南武叔你是一个有原则的人，这样你心里会过意不去。要不你帮我教一教我大舅舅他们，对于武学方面我就是一个门外汉，自己瞎琢磨，比不上你们。你偶尔指导指导他们，我不要求我舅舅他们能成为多厉害的人，只要能有一些自保能力就行。行，指导他们的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那就辛苦南武叔啦，我就不打扰你休息了。苏英小手往后一背，哼着小曲儿，美滋滋地回去。他一走，闭目养神的南景之睁开眼看了一眼南武，见那货还在那里美滋滋，不住地摇头，但他什么也没说，互惠互利，双赢罢了。40过半，队伍再次启程，短暂地休息了2个多时辰，体力精神也都恢复了不少。一炷香后，苏英一行人抵达了景山县。城门前没有他们想象中的人山人海，只有少数难民在城门口附近休息。耶，这里居然没有人汇聚，门关着人离开不是很正常？苏英、南景之几人从马车上下来，走到牌子前。上面写着什么呀？
没什么，就是告诉我们，往前走130里，有一个地方叫太河，那里有一个大湖，就叫太河，有很多水，不缺水，让咱们去太河。景山县没有多余的水，他们用的水都需要你从太河拉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那再熬几日，我们就能补充水了。不过我们不经过太河。啊？那我们怎么取水啊？若是要去太河，我们就得绕一段路，起码有70里。我们的目的地是林州府城，现在从景山县往南走，越过清河和嘉通县，就能抵达林州。倘若去太河，我们从清河出来后，便要绕到太河，然后再从太河转到下支县，从下支县进入林州。要绕这么远？从清河县往太河县走，需要走一段山道，那边的山道上常年不太平。前往太河县的路上，那些山匪我们倒是不惧，这个且不用担心。这些都不是问题。的确，这些都不是问题。除开这2个，还有什么问题啊？难道你们担心瘟疫？苏英与南景之齐齐点头。景山县没有人聚集，且城门处特意竖着一个牌子，经历过缺水的人在知晓太河县有水。你们猜那些人会选择往太河县走，还是往更近的嘉通县走？自然是往太河县走。白吉县而来的难民同样都会前往太河县。白吉县出现了瘟疫，那么这些人当中会不会有人携带疫病？这一番成功让所有人都闭上嘴。可现在我们再不补给水，只怕熬不过3天。景河郡情况比南山郡、南平郡都好，我们在南平郡都能寻到水源，难道还怕在情况更好些的景河郡找不到水源？对呀，咱们瑞哥找水也是一把好手。既然有李瑞和苏英这2个人在，往嘉通县走又有何妨？面对突然压下来的担子，苏英和李瑞2人表示压力山大。那我们……杨屠夫看向众人，不去太河县。南景之拍板，我瞧着这里没什么人，地方又宽敞，时间也不早了，要不今日早些休息，就在这里扎营一晚。不行，你们看那些守城官兵。众人看向城楼上的官兵，刚开始他们还没发现什么，但是很快发现这些守城的官兵时不时挠一挠脖子和手臂。走，马上走。其他人都反应过来了，一个个脚下生风，马上催促着家里的人赶紧离开。啊，怎么了？这里的瘟疫也开始了。苏英看向怀着孕的芸娘，以后你尽量少出来，能待在车上最好待在车上。好。城楼上的人瞧见他们走了，与身侧的同伴调侃道：瞧瞧，这些难民知道太河县有水，这离开的速度都变得贼快，好似身后有猛兽在追。嘿嘿，你要是与他们一般渴了许久，听到那边有水，估摸着跑得比他们都快。一炷香后，又有一批难民过来，其中便有跟随着苏英一道用艾草水煮口罩的老汉一家。那些人怎么走得如此快啊？人家有马车，自然比我们快。有马车不假，但又不是每个人都有，大部分都没有马车。按理说不应该走得这般快，我们追这么一路都没追上。是啊，我本以为必然会在这景山县碰到他们，哪知道这里什么都没有。在说到什么都没有时，一家人都注意到了城门口过于荒凉，都没什么人。爹，那边有牌子。过去瞧瞧。家里几个男人朝着那边走去，跟在他们后面的难民家里的男人也跟着一道过去。这上面都写着什么呀？不知道，看不懂。有人识字不？所有人齐齐摇头。官爷，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没什么，
只是告诉你们，往南走，过了清河县后，再往北走，前往太河县，那边有一个湖，就叫太河，那边有水。太河有水？爹，他们说的没错，果然景和郡比咱们那边好。有水，真是太好了。你们赶紧去吧，比你们早下来的那一大伙人可是马不停蹄的往那边赶，你们要是去迟了，恐怕就没有你们的份儿喽。男人们闻言不敢耽搁，匆匆带上家人往太河县走。哼，你倒是好心，直接就说了，也不想着要些好处。我可是听说了，里头那位昨日从那些人嘴里敲出了2两银子。不了，他们本就过得艰难，何必再为难他们？这倒是真的，这世道吃人呐。他往一旁的墙上一靠，伸手挠了挠脖子。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身上老是发痒。我也是，许是太久没洗澡的缘故吧。哎呦！两人挠着痒痒，压根没有在意。有时一刻，苏音寻了一处官道，停下休息扎营。没水了，今儿个呀就吃炒米。炒米很香，吃炒米也不错。万三爷塞了一把进入嘴里，刚嚼2口就往下咽，然后噎住了，不住的捶胸顿足。哎呀妈呀，差点噎死胖爷我。哎呀，吃这个可不能急，要小口小口的吃，细嚼慢咽，一点一点的往下咽，这一次性咽的太多容易被噎着。那你再吃吃看，就小口小口的吃。这一次没被卡住。下次可要注意了啊。万三爷点点头，现在时间还早，太阳还没有彻底落下。苏音抓了一把炒米便起身，找到李锐、南景之商量。现在时辰还早，我们每家挑选几个人，一道进山寻水，你们意下如何？我没问题。我也没问题。在穿过一片荆棘之后，5人看到了一个水潭，水潭清可见底。真的找到水了？我就说了，跟着苏丫头走准没错，她找水呀有一套本事。上次只听人说过，没亲眼见过。这次亲身经历后，越发感觉有些时候动脑子才是关键，单靠盲目的寻找还真不如动脑。可不嘛，嘿嘿，我就是不会动脑子。嘿嘿，看来这里也是山里许多动物的水源地。有动物喝过水，那说明这里的水没问题，没毒。张炳亮迫不及待地跑到水潭边，捧起水就要喝。杨屠夫赶忙阻止。哎，先别喝，野外的生水最好煮过之后再喝，否则肚子里容易生虫生病。啊？这是李大夫说的，听李大夫说的准没错。行吧。小舅舅、张兄，麻烦你们2个去通知其他人，这边有我们3个人看着。行，那你们注意安全。好。苏音看着这一潭水，很想跳下去洗个澡。杨屠夫见苏音盯着那潭水，那模样有点吓人，那眼里都冒着绿光。丫头，你要是很渴的话，喝一口，没事的。啊，不渴不渴。这水是有了，可是家里的粮食却不多了，也不知道哪个县能开，能让我们再进去补给一些。景和郡情况稍好，即便后面的那2个县城都不开，再坚持几日便到达林州，到了那里应该可以补给。苏音会这么说，都是听万三爷说的情况，结合一下做出的推断。再说另一边，杨大河与张炳亮2人一路往山下走，正好遇到了另一组巡水员的南六。苏姑娘呢？我们找到水源了，苏姑娘在水源那边看着，让我和杨三叔过来通知其他人。哎呀，公子果然说的没错，苏姑娘还真是找水的一把好手。走走走，赶紧回去通知其他人。水潭边上，苏音站起身，准备活动活动身子骨。突然
身子一顿，侧耳倾听，林子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声，听那声音来的家伙不小。三人小心翼翼朝着那边挪动，在三人躲入后方的树木后方时，丛林里的声音已经到了跟前。我操！苏音瞪大了眼，这是一对儿。两头野猪观察了四周一圈，确定没有危险后，这才走到水潭边，大口大口地喝水。喝饱后，两头野猪一前一后地离开。我去就回。苏丫头，这太危险了。放心吧，我远远跟在他们后面，不会让他们发现的。还是太危险了，等大部队人上来后再寻不迟。没事，我有分寸。杨屠夫见他坚持，也知晓他不是胡来的人，叮嘱道：那你小心些，若是追不上，赶紧回来。苏音转身进入丛林，循着野猪的踪迹追去，就见着那两头野猪一头转入到一处洞穴，老窝在这里。苏音记下位置，悄然转身离开。找到了，李瑞那一组人找到水了。真的？那可真是巧了。莫不是你们也寻到了水？是苏姑娘寻到的。真是太好了。刚才李瑞那边说寻到的水很少，恐怕不够大伙分的。现在好了，又有一处水源，想来应该能让大伙应付一段时间了。张老汉忙问大儿子：秉令，你们那边寻到的水多吗？多，足够我们所有人用的。之前应该是一个挺大的水潭，现在已经缩小很多，只剩下约摸1丈宽的水面，深度大概也有1丈左右，足够大家吃喝和洗漱了。一听到能洗漱，所有人都眼眸放光。真的能洗漱？哎呀，我这身上啊都发酸了。哎呀，谁的身上不发酸呀？就我身上这身衣服，比家里腌的酸菜味道还要重呢。众人开启了自我调侃，女人们更是喜不自胜。赶紧要将洗漱的东西全部拿出来。可算是能好好梳洗一番。夕阳余晖还没落下前，杨大河带领的队伍抵达到了水潭边。哎呀，你们可算来了。杨大河一眼就注意到少了一人。茵茵那丫头呢？哎呀，正要同你说这件事呢。你们离开后不久，丛林里来了2头野猪。什么？哎呀，你们别紧张，苏丫头应该没事儿，她追那2头野猪去了，只是到现在还没回来。杨虎，你咋不劝着她点呢？啊，那可是2头野猪，她再厉害也敌不过他们呀。哎呀，我拦了，可是拦不住啊。南景之开口：杨三叔，你先别急，苏音是个有分寸的人，不会让自己陷入险境。她既然选择跟过去，自然有把握才会做。哎呀，可是这么久了，她还没回来。这样吧，我和南武几个人过去瞧瞧。我也跟着你们。我也去。行。随后，以南景之为首的6人朝着苏音离开的方向走。刚进入林子一段路后，杨大川就看到了苏音做的标记。这6标记，他是往那个方向走。6人顺着苏音留下的标记一路追，随着树林里的光线越来越暗，前方出现了声响。是苏音吗？是我。双方确定无误，各自从树木后方走出。你这丫头胆子怎么这么大呀？要是你娘知晓了，定然饶不了你。小舅舅，我知道错了。三弟，你就不要说他了，人没事就好。苏音朝着二舅舅投去感激的一眼。南景之不和史一插嘴：野猪追得怎么样？那2头野猪的窝就在不远处一个山洞里。那感情好啊，走去瞧瞧。苏音看着6人，加上自己共有7人。那2头野猪体型如何？大概在200斤左右。哎呀，不小啊。走吧，咱们去会一会这2个大家伙。要不要再叫几个人过来帮忙？
哎呀，不用，我们几个足够了。一行7人抵达那处山洞外，他们没有轻举妄动。得抓紧时间了，一旦天彻底黑下来，我们只能等到明天了。万一这2个家伙明天就跑了，我们可就没肉吃了。南景之催促：走，去见见我的大宝贝去。猛地听到大宝贝3个字，苏音莫名就污了。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南景之的下方，正在兴奋中的南景之感受到了特殊位置被人盯着，侧头一看，对上了苏音挪开的目光，他神情微微一怔，下一秒整张脸爆红。苏音，啥情况呀？南公子，怎么了？你，他该怎么说？南公子，你这是怎么了？南5、南6、南73人也是一头雾水。啊，好端端的少主干啥对苏姑娘一脸咬牙切齿啊？搞得好像苏姑娘对他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啊！你刚刚在看什么？咋了？难道苏姑娘看了什么不该看的？方才我瞧见你身侧的草丛里似乎有蛇，仔细观察了一番之后，不是蛇，而是形似蛇的藤蔓，这有什么问题吗？真的？不然呢？难道我还能看什么？南6突然懂了，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南景之下方。南7注意到了南6的动作，也秒懂了。南景之冷静下来后，也想到了这一层关系，心里暗骂一声，自己真是多心了。唉，是自己龌龊了。马上冲着苏音一脸陪笑。没事，你观察的仔细。说着还很心虚的冲着苏音说：对了，你防虫的药膏还有吗？我那里还有一点，回去之后我给你送过去。哎呀，还有这样的好事？如果自己拒绝了，会不会显得心虚啊？为了不凸显自己的心虚，某人舔着脸应下。正缺着呢。7人按照之前制定的法子开始行动。在他们5人准备就位后，南5和南62人靠近洞穴，站在10米开外，朝着洞穴里投掷石头。一块石头刚抛入，洞穴里立马传来震动声，野猪嗷嗷叫声，一头成年雄性野猪冲出洞穴。南5南62人纵身一跳，从陷阱上方跳过，而野猪追得太投入，想要刹住已然来不及。咚的一声响，野猪就这么进入坑洞里，下方的锥刺直接戳穿他的身躯。7人都没想到狩猎会这么顺利。先将大家伙拖上来，再去解决另外一头。好。这一次依旧按照之前的操作进行，但遇到了瓶颈。那头雌野猪久久不出来，只听得见对方在洞里嗷嗷叫着。南5南62人都挑衅了好久。这就奇怪了，许是另外一头野猪没有返回，让对方产生了危机感。现在怎么办啊？火攻。南6拿出火折子，其他几人立马从树林里找了一些枝丫堆在洞口处，滚滚浓烟吹入洞穴，洞中的野猪嚎叫声变得凄厉。突然，野猪从洞穴里冲出来，野猪发出惨烈的叫声。苏音5人看到了机会，南景之一刀划开他的脖颈，苏音侧身划过他的腹部，野猪再也支撑不住，重重的倒下。可算解决了。天都黑了，我们得赶紧回去了。好。洞穴里要不要去看看啊？我去看一眼。等到南7从洞穴里出来时，手中还多出了7、8只兔子。哎呦，收获不小啊！哎呀，走，赶紧回去，其他人肯定等急了。水潭边上，随着天色渐黑，队伍里所有人的装水工具都装满了水，现在是运送最后一趟。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呀？不会出什么事了吧？别瞎说，他们几个都是有本事的人，不会出事。咱们再等等，
一炷香后，他们要是还没回来，我们便去寻。一炷香会不会太长了？要不半炷香吧？在他们商量时，有人瞧见树林里的隐隐约约闪烁着火光。你们看那边，他们是不是回来了？张炳亮马上喊道：苏姑娘，南公子，是不是你们？是。当众人瞧见7人抬着东西时，一个个都瞪大眼。你们把那2头野猪抓住了？哇，好大的2头野猪啊！你们7人就搞定了他们？惊叹声连连不绝，尤其是李家村的人，看向南景之4人，很是佩服。这里有水，便在这里处理了。行。其他人立马过来帮忙，先在水潭边上架起了火堆，水桶什么的有现成的，清洗也方便。人多力量大，在大伙的帮忙下，8只兔子、2头野猪被处理好。处理好后，杨大河把一些猪下水分给了今日帮忙的人。张老汉连连摆手：哎，要不得要不得，搭把手的事情哪能拿你们东西啊？其他人同样如此。苏丫头，你这样就见外了，我们帮忙是应该的。这一路上你帮了大伙多少，我们心里都记着呢。更别说这几次寻来的水都是依靠着你。可不嘛，我们现在就搭把手的事情，哪能要你的东西呢？这是我的心意，你们不收岂不是看不起我？那哪能啊？张伯，你就安心收下。爹，你就收下吧，这是苏姑娘的一番心意。张老汉推拒不了，只得收下。其他人见此，只好跟着收下。时辰不早了，山下的人都等着他们，众人没敢多耽搁，带上东西下山，